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22号，星期三啊，第2个训练日。昨天跑个小强度，今天轻松跑了。先来新斋桥这边转了一圈，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清晨的日本。这是一超市，这是一个中华物产。这一片就是中餐厅，还有中华物产，还有韵达和顺丰都在这一片有点儿。刚才前面有辆自行车。今天跟大家伙儿聊聊训练的节奏，还有强度，或者说是休息的安排。这两天看好多小伙伴在聊这个。还是挺安静的啊！刚才跑过那边有一条特繁华的街道，我没往里去，人太多了。现在还是转向去大阪城。一会儿咱再聊啊，这边路口车多起来了。看前面红色的日出，等红灯的汽车车流，跑步的人，刚刚一段都是挺陡的上坡，刚刚上完坡。
感觉挺奇妙的哈。来到异国他乡的第20多天了。远处的大阪城，看东边的山，山里就是奈良的方向。NHK， 我看评论区有小伙伴在说训练，说刚开始跑步，跑了16天吧，每天3公里，然后突然听人说要跑1休1，一下特担心。完全不用担心啊！我的建议是，如果您刚刚开始跑步，就原来从来没有锻炼过，那我觉得跑1休1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不应该持续太长时间，最多1个月或者半个月。您现在的情况就可以考虑开始这样安排，就是跑1天休1天，然后跑2天休1天，以此类推。然后呢，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跑2天休1天，跑2天休1天，这样会比较合理啊。因为跑步就是长跑，所谓的长跑是什么呢？我们往短一点说是3公里以上，对普通人，或者是5公里以上。再往后呢，可能是10公里以上，这种叫长跑。长跑训练呀，如果你想能跑得更远，连贯性要比强度有用。像我昨天那种强度不是，如果您就是锻炼身体或者是爱好者，是没有太大必要的。然后总跑特长的距离呢，可能也不是太有必要，但是训练的连续性是很有必要的，就是不要停，或者不要停太久。这一点很多去年底今年初生了病康复的小伙伴都有体会，对吧？我还是那个观点，你们感觉到的心率上升、退步、跑不快，根本原因跟那个病没关系，是因为停了太长时间。我就停了9天，之后我用了大概1个月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，都不一定。而坦白的说，那9天其实就难受了4天。我认为跟我那年的流感比差远了，那年真的是有点严重。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像现在这样成系统的训练，我没有太深刻的感受到身体的退步。就是如果您跑1天歇2天再跑1天，这个意义其实不是那么大。如果您想提高就是跑的长度的话，对大多数锻炼的小伙伴，或者说我就想能跑长一点，那我觉得3天休1天是比较合理的。如果1周休1天有点强度太大了。而且这样休能保证你什么呢？就是你能够把每次训练都不会那么的疲劳。那位小伙伴说每次跑3公里，您刚跑10几天，这个是可以的，而且我相信您也跑不了5公里。但是下个月开始可以试试，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嘛，跑不下来就跑不下来了，因为你总归跑的是一个折返或者换绕一个圈儿，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你起跑的地儿的。就算不回，大不了骑个共享单车回去，是不是？你试试。原来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每次挑战新的距离，我都这么想：哎，从现在开始的这一步，是原来从来没有踏出过的一步。
那你的心态一下就觉得自己特别的高大，是不是？你下次试试跑完3公里，你别停，你再往前跑。其实说实话，也就跑了，你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感觉。对待训练，我觉得连贯性的节奏很关键。还有就是强度和怎么看待伤病。首先，强度肯定会带来伤病，因为什么它叫强度呢？就是你身体承受起来有负担，觉得困难，它才叫强度。你要你跑完一点困难都没有，它就不叫强度。那为什么要跑强度呢？就是让你的身体去慢慢适应这个困难。总有一天，现在的强度就不是你未来的强度了，对吧？那这些都得是靠练才能实现，而不是说待在舒适区就能慢慢就能变强的。或者换句话说，就像你练力量一样，你现在只能举起5公斤重的哑铃，你永远只举5公斤，那你很可能永远都举不起10公斤的哑铃。你要想办法的是，今天5公斤适应习惯，可能下个礼拜是8公斤。当然，这不可能永远都能上升，你到一定程度你就上升不上去了，那就触及到了你的一个天花板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好多个天花板，都能捅破，最后一个可能捅不破，但是都需要时间。跑步的进步不是连续的，是阶梯状的。所以就算您平常是以锻炼为目的，就比方说刚才我举例的小伙伴，等你跑了2-3个月以后，你可以试试有一天，比方说你还是跑5公里，你第3公里加速，看能坚持多远，这种感觉就能提升跑步的成绩和速度。你不需要去刻意安排一个间歇或者变速。我一开始就是这样的，可能没有专业的训练那么有效率，但是管用，并且心理压力不会太大。面对伤病也一样，强度肯定会带来伤病，因为你关节、肌肉、韧带都不适应，甚至内脏不适应，有的人跑完吐，对吧？那这就跟小时候看超级赛亚人似的，是不是？大多数时候伤病啊都不会造成长久的问题。这儿伤了，说明这儿薄弱。就像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不管是臀部肌肉还是梨状肌，还是足弓疼，都说明薄弱。大多数人都会足弓疼的。那时候试过好多办法，一度也特沮丧，但是又发现多跑一跑就好了。因为身体会被迫去适应，毕竟我们还是自然界的生物，是可以练出来的，所以这点大家不用太担心。就如果您的疼痛已经让您不能活动了，您自己感觉自己嘛，你肯定不可能勉强，不要冒进，激进不冒进。而我说的激进，就是面对一些你认为它就是损伤，就像原来人做针线活做多了有腱鞘炎一样。那缓解完之后降低强度，肌肉的也一样，不管是对锻炼的还是训练的人都一样。您锻炼的目的不就是想让身体更强吗？更强的路上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，你总会一开始不适应。就像好多人，比方说开始打球、打乒乓球什么的，发现肩膀特别的紧，筋膜老拉伤。哎。你信吗？你拉伤好2次，当然拉伤要等好了再练啊。比如你好了80%了，又恢复一个低强度，循环这么几次，你就再也觉得不会拉伤了。不成熟的小经验啊，还是总结：激进不要冒进，
加油，不要盲目，加油干，加油干啊！今天又穿多了，出来时候一看0度，吓坏了。现在又挺热的。哎，2月22号，星期三清晨7点46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啊，1小时39，平均配速4分43，心率141，步频200，功率216。昨天跑完那个强度 ，Stride 给我自动测的阈值的功率提高了一些。这就是我说的数据这东西啊，尤其是表啊，或者说其他设备给你测的功率，或者测的一些数据、跑力等等，或者是最大摄氧量，它都是根据你训练的表现，算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可能你是这个能力，你总以这个能力跑，它其实给你算完就低，它并不能探知到你的厚度有多少，或者你的深度有多少。大家不用太在意那个。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训练的安排等等，大家也不要太冒进，甚至不要太激进，你就试一试，试试我说的办法。比方说，你一直是每天跑5公里，或者每2天跑一个5公里，一直是一个速度。你试试从第4公里加速，最后1公里快一点，看能不能跑完。如果能跑完的话，那你就下次试试能不能从3公里多就加速。这都是一些小的不成熟的经验吧。行吧，那今天就这么着。今天稍微简短一点，有点晚了，得赶紧回家吃饭，然后还有工作的事情。行，那就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然后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春天赛季自己的计划。我看有好多要跑无锡的，是不是？那就开始准备起来了，好像就是3月中旬吧。那这么着，咱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